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這我們向特別來賓戴偉珊議員、藍軒小姐、吳斯懷委員、李柏瑜議員、唐湘龍先生。我們本來中間有幾個立法委員，因為還在立法院討論那個無人機案才表決啊，所以跳過幾個。好，那哇很慘哎，山洪黑牆在西藏的吉隆口岸，不到10秒鐘就被淹沒了。哦，它是跟西藏跟尼泊爾交界的地方哦，所以嚴重的山洪跟泥石流啊，因為這個山洪下來再夾帶碎石啊什麼啊一大堆，所以呢很慘啊。那有人是逃掉了啊，所以呢一直回頭看洪水到哪裡，洪水到哪裡，現場都是哭聲，根本來不及了哈。那我們看它的位置哈，位置在這裡，看不丹在這裡，對不對？尼泊爾這裡，印度在這裡，印度加德滿都，然後呢拉薩西藏在這裡，日喀則在這個地方，所以是西藏跟尼泊爾交界的地方。好，昨天這個泥石流突然湧過來了哈，那怎麼發生？它這個叫喜馬拉雅山冰川，高山冰川在末端不穩了，然後呢冰川跟岩石大規模的崩塌，然後衝入河谷，然後把河谷的河水跟泥沙都捲在一起，然後轉化成高速泥石流跟巨大的洪流流下來，而且呢可能把河道短暫的把它堵塞了啊，然後呢所以呢這個河就向下去擴散啊，就造成這沿岸都很慘啊，那逃不掉哦，所以呢大家看這個畫面啊，說開車你也逃不掉，因為你開車逃不掉，只能夠立即往至少6公尺高處撤離，往高地方爬，不要往下的地方爬啊！你為什麼逃不掉呢？時速土石流400公里，你汽车幾公里啊？100公里了不起，我們開個60公里就超速了，對，它速限上50，它是400啊，哦，所以30秒上百人就被吞噬了啊！所以呢，他就說不要賭下個30秒，趕快跑啊！第一個呢，什麼時候預兆呢？溪水暴漲，渾濁，哦，轟隆轟隆轟隆巨石的聲音，山坡大量落石滾下來了，人潮，你看人都往外面跑了，你不要再問他幹嘛了啊！然後呢，這個收到警報，這時候就要注意啊！那你千萬不要站着還拿手機拍，我來拍拍看，而且不能往下游跑啊！然後要遠離溪床、河谷，向兩側比較高的地方去爬。不講這樣講，到時候都是真的是很困難的哈。那另外呢，衛星照原來河床是這樣的，你看有些地方火場都擴大了，看沒啊？所以呢，還變成堰塞湖，變成一個湖了，所以救援就很困難哈。那另外呢，美國地質調查局說，像5.2規模的地震，其實5.2沒什麼稀奇，常有啊，不是地震造成的，是它山崩的結果，像是5.2地震。這樣的規模啊，是這個意思啊，好吧？這個巨型，這叫做被講叫巨型的巨大的地球物理事件啊，高山崩塌啊，然後呢引發毀滅性洪水、土石流，可能是地球暖化啊，然後呢像這邊是冰河崩塌，我們看一下。渾濁洪水衝進市區，狠狠拍打橫跨河道大橋，沿岸5層樓高建築也未能幸免。不到30秒，上游更猛烈的洪風直撲而來，夾帶大量泥沙碎石，瞬間淹過兩側河岸，橋梁承受不住猛烈水勢，先是傾斜塌陷，最後被硬生生扯垮，消失在洪水中。尼泊爾特里蘇利河原本平靜的河水化身恐怖巨獸，衝走橋梁後也將兩側樓房全都吞噬。站在高處目擊這一切的民眾嚇得不斷大喊：“快逃啊！” Looks like a 7-story building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like a bomb hitting it. You see it just completely coming in a black wall. 尼泊爾與西藏邊境地區26號爆發大規模山洪，洪水來得又急又快，不少民眾根本來不及逃跑，就被泥流和瓦礫淹沒。喂！眼看建築就要遭洪水沖垮，拍攝者急得放聲大喊，無奈距離太遠，根本來不及。
尼泊爾另一座橋梁從中間斷成2截，殘骸順着滾滾泥流往下游衝，而西藏一側災情同樣慘重。這是大了剛剛掉頭呀！趕緊走，趕緊走！眼前道路滾滾泥流急速逼近，行經西藏吉隆縣山路的駕駛嚇得倒車逃離，但還是有不少車輛遭山洪捲走，下落不明。來，吳將軍怎麼看？土石流，我曾經經歷過2次現場，一個是民國85年賀伯颱風，是台灣第一次土石流埋死人，我去救災；第二個就是我退伍前，民國98年的小林村滅村88風災。土石流形成有3個必要的條件，第一個，那個地區的土石要很厚夠多，如果很淺層，土刷一刷就沒有了。第二個，含水量超過它的負荷，就是說短時間強降雨，長時間下雨，或者像這一次是因為冰川造成的。第3個原因就是斜坡的斜度坡度要夠，如果是平原緩坡，它不會流動，它就是雨下多了，土壤被液化了，就變成一灘爛泥。但是你的坡度夠，我舉小林村的例子。我到那邊去現場去看，那時候我在督導8軍團救災，我在國防部，大概2-3層樓厚的高度，那埋在裡面幾乎沒辦法找。那個村民就想死要見屍，拜託國軍把屍體找出來。那時候媒體刊登過，我們的官兵就在那邊可能的位置鑿洞，趴在那裡聞有沒有屍臭味，搜救犬都沒有辦法。然後我又坐了直升機到小林村滅村原來的村子斜坡上，看到的是這個山坡整個岩盤暴露出來，就是說岩盤上一層很厚重的土石。那段時間88風災嘛，下雨下得太多，加上過去短時間內有地震，所以它的土石地殼都鬆動了，雨水到了一個飽和量，整個沖刷下來，所以我們。救災我有很多經驗了，地震有所謂黃金72小時，是因為地震房子倒了，我在空間還可以活。土石流沒有黃金時間，土石流下去5秒，你只要被埋到了，救都沒辦法救。像我們在地震9份2山，我去了很多次救災，那也是土石崩塌埋在裡面，連屍體都找不到。所以我現在很操心，早上看的這個新聞，目前失蹤的失聯的人，其實都很堪慮，很危險。所以我們現在台灣其實做了不少事前工作。從李鴻源先生過去當內政部長的時候，一直在極力的推這件事。現在每個縣市都有土石流潛勢區，就是潛在的可能產生的。我想呼籲各位朋友們一定要重視這個訊息，不要當政府的氣象報告，不是你家住在附近，你要看一看。這段時間台灣小地震不停，地殼都鬆動了，然後現在一個強降雨還沒有颱風，南部就淹得一塌糊塗，那些都是警訊。土石鬆動，雨水過多超過負荷，如果斜度是夠的，那就很危險了。所以我也呼籲大家要自保，不能靠政府了。看到這個案例非常的悲慘，大家應該要自己知道。昨天剛傳出來的時候呢，說是4個人死，400人失蹤，怎麼可能4個人死？這失蹤跟死的人差太遠了。果然後來越傳越多，越傳越多。現在說，因為它是尼泊爾跟西藏交界嘛，中國那個側，中國側失蹤已經到了558人，我相信会更多。尼泊爾山洪至少到這個下午的時候造成166個死，1000餘人失蹤，就兩邊加起來啊、哦。那到底是居民死得多，還是觀光客啊去登山客死得多？大家在觀察這個哈、哦。那陸委會有問說，我們現在台灣人登陸在西藏的51個人，但是在西藏不一定在這個地方啊，登西藏可能各種可能宗教原因不見得去爬山啊或等等，所以現在不知道哦。那陸委會代表政府向中國有關方面表達關懷慰問的意思哈。那另外呢，這個觀光署了說，並沒有接到台灣的旅行團哦，說有受到影響哈。那尼泊爾這個現在至少有11個國家341個外國人失蹤，另外有好幾個旅行團的旅客，那有100個旅客不知道哪一國的。旅行社也講不出來到底怎麼回事，哪一國哈？
等等哈。所以呢，喜馬拉雅溫度升高了，冰川退縮了，山崩跟潰決的風險也提高了哦。那另外呢，說難以預警，根本沒有辦法預警，你們這不知道事先沒有證據，還沒下雨都沒有哦，突然就變成這樣子哈。所以呢，這個很麻煩啊。那我們再看一下怎麼搶救。尼泊爾努沃科特災區，大型鏟車載着滿身泥濘的老婦人，救援人員將她一把抱起，緊急送醫搶救。一輛又一輛救援車呼嘯而過，醫院內躺滿傷者，但還有很多人等不到救援，慘遭活埋身亡。尼泊爾軍方甚至出動吉普車運送罹難者遺體。尼泊爾投入超過3300名警力，軍方和救援隊也陸續進場。但從空中往下看，拉蘇瓦縣道路橋梁被洪水攔腰衝斷，通訊電力幾乎全面中斷，救援人員只能逐區挖掘，要找到失蹤者難上加難。There are thousands of glaciers that line this part of the Himalayas. And we zoom in even a little bit closer and you can see how steep the topography. Remember, some of these mountains, they tower over 7,000 feet. There's very fragile rock ice that sits atop these mountains. 災害前後的衛星影像拍到一大片冰河突然消失。路透社報道指出，加拿大地球科學專家分析，冰河末端從海拔大約5200公尺處斷裂，一路墜向落差1200公尺的谷底。The ice loss that has occurred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ith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it has nearly doubled, putting about 2 million people at risk at what is known as glacial lake outbursts. It's Asia as a continent as a whole is warming at twice the speed as the global average as we work into our warming planet. 喜馬拉雅山區爆發毀滅性山洪，重創尼泊爾和西藏邊境。專家研判背後成因恐怕相當複雜。目前有134個印度遊客失聯，意大利90個，美國47個，澳洲34個，英國33個，加拿大24個，馬來西亞11個，俄羅斯4個，日本人5個，南韓9個。目前台灣不知道。來，江龍。因為這是一個登山的季節，也是一個朝聖的季節。那這個叫做吉隆山口的，這個山口是一個很重要的山口。其實不幸中的大幸就是現在許多要到西藏的人現在都改道，都是從四川上去，從四川然後呢搭青藏線，或者說呢開車那進西藏，進拉薩，或者是直接搭飛機那到邊境，所以少掉很多麻煩。台灣早期呢去西藏的人，去尼泊爾的人，一定對這個呢吉隆山口呢一定會很熟悉。那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關口，中國跟尼泊爾之間的關口而已。這個關口剛剛看到的那個畫面，因為現在大概從那前後的地形圖的空拍看得出來，它是整個大概600公尺寬的一個冰層的斷面，整個冰河的冰層的斷面斷裂了之後呢，衝下來600公尺。平常我們看到這種的冰川的，就是說冰層的整個的斷裂，大概都是在南極的影像，所以你看到它斷裂之後倒進海裡面，你會覺得那畫面還有點浪漫，周圍的可能會有小海嘯，但是基本上不礙事兒。但是呢，如果發生在山裡面，600公尺的斷面下來之後就非常驚人。第二個就是說，大家都知道這個山區呢本身的地震呢也很多，它的地質本身並不是非常穩定的。那這一次的斷裂下來，我們對那個坐標稍微有點概念，因為周圍的山大概都是6000公尺以上的山，它是你要上的聖母峰的基地營的起點，所以會有大量的這些呢，你看到的那些外國人都是準備要上喜馬拉雅山的，好，都在那個地方呢做集結，做最後的整補。光是這個隘口一年在中國跟尼泊爾之間的貿易，它佔了西藏跟尼泊爾的貿易量的30%。有大量的貿易量在這裡，一年呢，大概的雙邊的貿易量可以到40-50億人民幣啊！你不要看那是一個小地方，它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即使今天它去年就已經發生過一次了，去年那次規模比較小，帶走了17個人。
但是去年的7月之後，其實就有許多的地質專家說，可能還會有第二次，因為看起來那個地質波一直在提醒，但它終究呢是來了。可是呢，你還不能夠呢不恢復，你還不能夠不搶修，就是因為這條道路呢是從印度上尼泊爾呢，它必然的，而且它是一個朝聖之路，它周圍的那個山是好幾個宗教呢，佛教啦，然後呢印度教的聖山，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印度人呢？附近就現在就是他們朝聖的季節，所以呢，印度人呢在那附近呢都是準備呢要進山呢去朝聖的。所以中國呢從2015年之後，特別把乃對拉山口打開，在這個季節呢，讓朝聖的印度人呢可以呢比較輕鬆的進到這個屬於呢西藏的地域的這樣的一個山頭。但是沒有想到呢，今年呢就發生了這樣的意外事件。我說這個不管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呢，都非常重要。那對台灣會有什麼情況？你看到這個地方，它周圍的山呢是6000多公尺，所以呢會有非常厚的這個冰層、冰河區。可是呢，這個呢就是呢吉隆山口，吉隆山口大概只有我查了一下，大概2800公尺的海拔。下面的那個加德滿都就是尼泊爾的首都，大概1400公尺，中間的距離多遠？100公里。100公里呢，從2800呢到1400，它就是這樣子下來的。你就知道那個地方的地形極為陡峭，只要上面有東西下來，你都不用想要去擋。除了逃命之外呢，沒有第二條路。那現在呢，因為呢600公尺的斷面下來了之後，那不只是像是5級的規模多少的地震，只要在那個邊緣的第一時間呢，如果還想去開車，很多人我看到那畫面，很多人還想要去開車啦，還想要說呢在旁邊觀望一下，在那橋上看，表示呢對它的危險性呢是沒有什麼概念的。但是呢這條路它終究呢未來還是印度尼泊爾呢要進西藏從南側進去的關鍵道路。所有的呢想要去登山的人，外國的登山客啊，現在想要去爬聖母峰的，他仍然沒有辦法從西藏進去，因為中國對西藏外國人進西藏仍然是有管制的。所以你看到這些登山客全部都是從印度到尼泊爾到這個地方集結，就是因為呢它是一個登山者朝聖的聖地，因此呢它這次的傷亡的慘重，如果呢不能夠呢去根本的改變那個地方的地質的穩定性，或者講大一點，如果氣候變遷的這種惡化的情況沒有改變，這種的事情還是會再發生的。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高雄南部這幾天呢也大雨哈，豪雨狂炸柴山，所以這個路都下線哈，所以高雄阿朗壹緊急封路啊，那是西子灣通往柴山秘境的重要道路，沿途有很多景點啊，所以呢就被稱為高雄阿朗壹。那另外呢，大路裂縫50公尺啊，這麼長的路都有裂縫。那首富川湖，我一看還不懂什麼首富。前一陣不是有一個首富嗎？說比郭台銘比他們都有錢嘛哈。坐滑軌那個。對，這個滑軌那個哈，不過他也就半天了哈。他股價1萬多啊。然後呢，他們這個地方的這個外面的道路坑巴巴像被轟炸過一樣啊。那另外呢，這個說高雄的暴雨呢超越莫拉克，這陳其邁說呢，這不是單一城市的事，灌破1000毫米啊。就雨在很短的時間下很多的意思了，而且呢，陳其邁就感謝盧秀燕慷慨借了好像27台抽水機，台中借給高雄。李鴻源說，柯志恩嘛找了李鴻源啊，做過內政部長，他是水利專家了，台大土木系教授。他說主要原因是沒有找對的人做精準的設計，你要去測量，第一個要找到原因，為什麼下雨有問題；第二個，你的治山排水防洪的工程，你的量夠不夠？排這些水要做精準的設計，然後呢，有這些數據以後要做設計啊。那經濟部說，其實已經提高韌性了，從19%提到46%的排水治理的率，原來只有19%啊。那審計部是屬於監察院的啊，所以你編的預算要看你的績效，你當時要做什麼哈。那這個行政院叫做主計處，這個監察院叫做審計部。審計部說呢，有60%的地方呢的這個下水道規劃10年都沒有檢討哦，那國民黨就是你台南市15年沒更新呢，哦，一直拼命要錢，到底做了什麼呢？哦，
所以呢，這個我們看，因為現在在講錢到底多少，早先的時候是台北最多了，後來雙北啊、新北有，但是呢，這個之後哦，就幾乎哦，我們看這個2006年到2013年哦，所以呢，基本上台南市、高雄市啊、屏東縣、南高屏分的錢都分了很多的。2014到2019又是南高屏分的也很多，然後前瞻預算哦，南高屏分的錢也很多，就是說大概到了陳水扁以後了，南部之前就開始多了哈。那早些時候是因為台灣當時窮嘛，就集中在治理台北，當時可以這樣講。那之後呢，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南部的錢就多啊。那媒體就問，還有專家就問，有花在刀口上嗎？這麼多的錢到底花在什麼地方？因為每次水災都是過了以後，他說：“哎呀，最佳預算要花錢。”其實已經過了，那錢花在哪裡呢？下次來了又淹了啊，又開始因為不要檢討，不要再罵了啊，趕快救災，然後趕快撥錢，一次都這樣子。所以誰去檢討到底錢用在什麼地方？有沒有在刀口上？有沒有對症下藥？設計到底對不對？誰去檢討這個東西啊？那審計列管啊，說台南市的雨水下水道15年沒更新過，59個地方要改善，只完成了7個地方。所以換句話說，很多地方該改善你都沒改善啊，該完成也都沒完成啊。我們看一下，柏油路面嚴重龜裂，到處坑坑巴巴，從雙黃線一路裂到路肩，長約50公尺的超長裂縫，只剩單邊車道可通行。這個地方剛好是那個山泉水的大出水口它山泉水口讓它水量大的話，它會往下衝，把裡面的那個泥土都掏空了。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這樣下了這麼大的雨啊，路都裂開啊，所以他說必須緊急封山1個月，然後用好的話才開路給我們。架設護欄圍起封鎖線，居民收到封山消息，禁止汽車進出，只開放當地居民騎機車通行。這裡是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附近的柴山大路，好大雨後土石流失，造成路面損壞。路段下邊坡連續受劇烈短時強降雨的沖刷，土石流失，下邊坡滑動，造成部分路面損壞。連日豪雨狂炸高雄，積水消退後出現越來越多路基損壞。在鹿竹岡山一帶的允成工業區，也就是台灣新首富川湖科技廠區外的道路，跟被炸過沒兩樣，滿路都是坑洞和積水。把我以下這段話一定要記住：如果側溝沒有清，雨水下水道沒有下去看，沒有清，就一定要要求各單位報告目前的執行情況，然後用正風來督導。如果執行不力的話，就依照法律懲處。一場大雨淹出藍綠執政縣市，比拼到底誰更會治水。梁蘭軒。对，我覺得這個問題當然是真的還蠻大的啦。從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尼泊爾跟這個大陸方面這兩邊的這個山崩，事實上它就已經是一個全球暖化的事件了，不是一個單一城市，也不是一個單一國家，也不是一個單一事件哦。那事實上的話呢，其實不只是像尼泊爾這個地方喜馬拉雅山的冰川崩塌，在今年的話呢，這個歐洲的高峰阿爾卑斯山，他們發生了450次的雪崩，也造成相當多的人罹難啊。所以那時候就已經在講到說呢，全球暖化的狀況已經造成了高山的冰川跟雪就不下雪而下雨，下雨之後的話呢，就出現鬆軟，鬆軟之後的話呢，就是出現崩落哦。所以呢，不管是哪一個高山，目前都這個樣子，而且呢，高山的溫度上升的頻率比率是平地的2倍以上哦。所以我們平地呢在講說什麼攝氏1.5度左右的上升，我們希望能控制在1.5度左右。事實上，高山已經更熱了哦。那我想這個問題事實上呢，到處都是，而且呢，就在我們看到呢這個冰川雪崩崩落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南美洲，包括薩爾瓦多，包括呢巴拿馬，正在宣布呢面臨強烈的乾旱。進入呢國家的緊急狀態，就沒水了，就乾旱了。那另外一邊呢，它是洪荒了，土石流了，泥石流了啊。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看起來全球暖化真的是拉了警報啊，這個提出非常多的警訊。那台灣這部分像高雄的話呢，前幾天尤其在一開始，陳其邁說這個已經超越布拉克的那個時候，那時候是單日降雨超過1000毫米。
我們還平常在講說什麼200、300、400什麼，它是一天就下了這個上千毫米，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是每一次碰到一些致災性的這些豪雨的狀況，或者是高溫的狀況，都是幾乎說啊，從來沒下過那麼多，100年一見，10年罕見等等等。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狀況已經是越來越頻繁了，什麼事情都是100年一見，什麼事情都是從來未曾發生過。所以我就必須說，今天雖然這個賴清德跟卓榮泰也下去了，但在第一時間點的話呢，賴清德作為曾經擔任過台南市長的行政院長的這樣的一個首長，他說不應該去檢討。他覺得啊，這個不能夠檢討啊，這個時候檢討預算沒意思啦。這個檢討的話呢，實際上都是100年一見的狀況啦，所以他認為這樣不公平。我覺得不是這樣的說，就是說所有的事情，當然你都說100年一見，然後都說呢過去不曾發生過，但過去不曾發生過，已經連年都這樣發生了。所以當你發現呢全球暖化的事情已經所謂的從一開始的特例、單一事件、非常態，变成常態化的時候，那就是我們要去徹底檢討我們的制度的部分了。那所以呢，到底是因為呢你該去清淤沒有清淤，還是根本是設計上的問題？你的防洪係數也好，你的排水係數也好，你的排水設備也好，你過去認為的啊加高堤防就好，弄個滯洪池就好，現在可能已經完完全全沒有辦法去因應目前呢越來越嚴重的極端氣候的挑戰了。所以這個時候呢，你如果說面對這個批評或者面對質疑跟監督，只會說從藍綠的角度。這個說啊，這個東西不應該在這個選舉前去歸罪於誰？我覺得這個時候代表的是政府面對該要有的責任跟該要有的前瞻性，它缺乏擔當。我真的覺得它非常嚴重缺乏擔當。所以這個時候呢，不應該去檢討說，你說過去台北市的這個1000億，那現在南部地區經過過去10幾20年也1000億治水預算啦，那都是1000億。照理說，你更近的時間裡面花了1000億，你應該更能夠有一些先進的做法，你可能能夠呢更有效率的去處理這個問題，反而沒有。所以這個時候真正再去討論的是，面對這一些極端氣候，不管南部不管北部，應該怎麼樣共同的站在國家的角度去進行整個的國土規劃才是啊。好了，雨水下水道，因為國民黨說15年沒更新，台南市政府反駁說你們叫以偏概全。來，這個暐燦總啊。國家級的預算當然非常重要，所以當初在8年前就有所謂的前瞻基礎建設的這個水環境的計劃，那所以那個就是針對全台灣一些比較不足的地方要予以改善。不過我還記得當年真的被罵得很慘的，被抹黑得非常慘。但是事後我們都發現，其實這些預算還是有它投入的必要性，不管是滯洪池的建設，或者是像我們水庫的一些清淤，其實都有一個很顯著的效果。那既然有效果，就應該繼續做。其實我個人認為，應該要繼續編列這樣的預算，因為整個就像剛剛說的，這個氣候變遷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嚴重。像我今年去阿爾卑斯山啊，這個冰川幾乎已經融到看不見了，所以這代表說這大概會是常態性，而且台灣的氣候也會跟這個世界的氣候一樣，就會越來越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極端型的氣候，我們當然要有一定程度的預算來因應。那我還是覺得，當然如果國家級的預算可以下去，那這個形態、這個規模一定都會比較大。那我們也期待，就是在立法院，我們這樣的預算如果未來編列了也可以通過啊，總不能像現在這樣，什麼預算都卡在那邊，什麼就這樣砍一砍。那我想這樣對於整體的台灣的這個治水的計劃，當然還是會有很重大的影響。那確實南部的這個治水預算也真的是比較後面才陸續增加上去。因為我自己是高雄人嘛，那我小時候的記憶就會是這樣，就是一旦有這個台風經過，或者是有台風進來，那這個外圍環流至少會下1周的雨，而且都是非常可怕的暴雨。我小時候印象就會是，就我提着就是鞋子要進學校，就爸爸媽媽開車把我送到學校前面，我就要下車，然後光着腳進去，不然你就是一定是淹水，會淹到小腿肚的這種狀況。那所以啊，當然這幾年有越來越好，那水也退得越來越快，所以建設一定是有用的。可是當然，極端氣候也變多了，所以這個當然還是要滾動式的檢討。那當然，水溝該清的還是要清，那這個是最基礎的。休息一下再回來。